从你家到公司需要多久？我需要5个小时200公里啊！我每天从北京下班回河北张家口，每天往返400公里，6个小时。这种跨省通勤的生活，我坚持了3年。中国大城市房价高，租金贵，很多人打工租不起，于是便选择在周边城市买房或者是租房，通勤上班反而是更划算。比如呢，像很多在北京上班的人住在河北的燕郊、廊坊，在上海上班的人呢，往往住在苏州的昆山、嘉兴的花桥。这些跑通勤的人通常被称作是双城族，光天津和北京两头跑的双城族就有近10万人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跨省上班的这个话题。记录在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的女博主王小花，每天坐高铁去北京朝阳区上班，下班以后又坐高铁回家，每天往返238公里，坐车花费90多块钱。她在社交账号发布一系列的视频，记录每天跨省通勤的艰辛。早上6点50分，她从家里出门，先生开车送她去高铁站，7点05分到达高铁站，7点15分高铁到了，她上了火车。高铁像一支银色的箭，载着满车厢揉眼睛的通勤族扎进北京，马上就进站了，提前走到8号车厢，这意味着能比别人早3分钟挤上地铁。7点58分到北京北站，好多通勤搭子在跑着去换乘地铁，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在奔跑。8点02分开始挤地铁，带大家感受一下北京的早高峰。我每天这样快速的切换也习惯了，先去换乘2号线，2号线是相对人多一些。8点10分到积水潭，接着去换乘19号线。我熟练的在固定车门候车，哪节车厢离扶梯最近，哪个出口少绕弯路，这些生存小妙招都是700多天磨出来的经验。然后呢，他换乘12号线，最后在8点54分到达公司。他在路上花了差不多是2个小时。下午6点下班以后，他要冲向地铁站，晚上8点多钟才能回到家，每天重复着这样的生活。王小花在视频里说，选择跨省上下班，其中辛劳辛酸只有自己能够体会。还记得刚开始通勤时，以为省下房租就能鱼与熊掌兼得，现实却狠狠打了脸。加班到深夜，错过末班车，临时开会被迫改签3次，那些崩溃的瞬间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酸。他表示，虽然有些累，但每天下班回家以后，有了家人的陪伴，感觉到了平衡的支点。有网友直言，无法接受这样拼命赶路的打工生活，每天活着像上了发条似的木偶。谢了家人们，依旧通勤啊！今天又是通勤的一天。现在是6点25分，出家门去往高铁站。在去高铁站的路上，和司机大哥闲聊，问到大哥每天早上几点开始上班。大哥说每天早上5点多就开始跑车了，一直呢要干到晚上10点左右。我大概算了算，每天基本工作时长都在15个小时以上了。秉承多劳多得的原则，按理说这么辛苦，我寻思怎么1个月也得跑个万8千的是吧？结果问到收入时候呢，大哥挺无奈的说，因为他岁数比较大，不会使用那么多的小程序，一直呢都是只靠滴滴这一个软件接单，所以每个月呢也就是跑个4、5千块钱。听到这儿呢，我就真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而拼命奋斗着。跨省通勤的噩耗，最近听说晚上18点50从北京发车，这553的高铁没有坐周东站了，这以后回家真的是个问题。每天从河北到北京往返通勤的人，你知道有多少吗？列车的停运影响了很多通勤人下班的计划。我每天早晨坐8点04的高铁去北京上班，晚上坐18点50这553列车回到涿州。但是最近身边的人都在说，从7月1号之后，这趟列车就没有涿州东站了，这也就意味着我的通勤变得雪上加霜。没有回来的高铁，通勤的人就要调整自己的路线，是拼车也好，坐公交也罢，通勤的时长只会比高铁的时长更长。很多人都会说这样辛苦，1个月挣的钱很多吧？实际上大家的工资并不高。我身边有从廊坊到北京通勤的人，他每天来到北京上班，只为了给顾客贴手机膜，收入也不是很高。通勤路上每天5个小时起步。还有一个小伙伴每天早晨5点多就从天津来北京上班，为了错开北京的早高峰，选择5点起床，为了能让自己多睡会儿，把化妆的时间都放在了高铁上。即便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通勤轨道里坚持着，没有一个人放弃。我一个河北张家口人，为什么要去离家200公里外的北京上班呢？5000块钱的工资和1万块钱的工资，如果换您该怎么选择？换我的话，其实就会选择后者，所以必须每天凌晨5点半起床，6点前从家出发去北京上班。
单程3个小时的通勤时间，有人说我太疯狂了。5点56从小区南门出来，公交站前已经有学生在候车了。5点28右转上东环，每天见到最多的就是出租车。6点11通过这个路口进入张家口的经开区，好多人已经在去上班的路上。6点15到达张家口站地下停车场，这里停车1个小时是2块钱。6点16步行去北广场。早晨6点20的北广场，好多人来的比我早，大家都是坐动6722去北京的。6点22排队过安检，大家都怕误车，着急的进站。博主表示，他只是众多北漂的一个，只是每天往返6个小时通勤时间的人应该是不多的。8点半，他准时打卡上班，今天又是充实的一天。今天我从张家口坐高铁去北京上班，一路上听着打呼噜的声音。最近我从之前5点半起床改成了5点40，但每天还是特别困。洗完脸下楼的时候依然是迷迷糊糊的。其实每天早晨6点钟去高铁站的这段路上，能看到很多早起的人。昨天下楼的时候，一位刚跑步回来的大哥问我是不是去北京上班的那个人，我说是的。我问他每天几点起床跑步呢？他说自己每天失眠睡不着，凌晨4点多就起床了。我现在是想睡没时间，人家是有时间但睡不着。如果可以换一换该有多好。今天开车去高铁站的这一路上车还挺多，今天比平时晚了5分钟到高铁站，停好车的时候已经是早晨的6点半。每天早晨为了这几分钟的时间纠结，想想也挺可笑。如果有天高铁能像地铁一样随时随地的上车，那该有多方便。跨省通勤，下班骑摩托车从北京单位回河北的家，晚上7点半下班以后把店里所有的设备都关了，脱下工服换回自己的衣服。每次下班换工服其实也是把这一天上班的疲惫留在单位，回家就要轻轻松松的。我老公8点下班，从他的单位到我这里骑车差不多要20分钟，我还要在店里等他20分钟，然后再一起回家。如果他那边不忙的话，就能准点到我单位门口。8点20准时打下班卡，先去路边等他，拿好我的头盔就出门回家了。过红绿灯的时候就看到他已经在等我了，坐上车就踏上回家的路了。现在时间是8点半，北京的夜晚很美，同时也很忙碌，路边还有好多等公交和等着拼车回家的人。过了这个进京的检查站就是河北了，为了方便，和我们一样骑摩托车通勤的人有很多，过了这座桥就能看到河北的夜景了，同样也是万家灯火。9点10分就到家了，每天都是这样往返河北和北京。你要问我累吗？我只想说，深夜的城市里从来不缺晚归的人，但每一个晚归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，那就是生活。挑战全网跨省最远通勤，1个月5万的工资才能对得起我这样每天通勤吧？这就是我评论区里面最多的评论，甚至有人说倒贴钱都不会选择通勤。然而现实生活中，每天早起晚归的通勤人不计其数，每天早晨涿州去往北京的高铁就不下5趟，每趟列车都是爆满，但真正能拿到高薪的人少之又少。今年是我通勤的第3年，每天从河北涿州到北京中关村上班，每天需要往返2个城市，来回通勤要用160公里，4个小时才可以到家。有人问我坚持通勤的动力到底是什么？其实生活就是这样，现在工作的大环境都不是很好，努力找工作的人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大有人在。对比而言，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，每个月能拿到工资，我已经感觉到很满足了。拿自己能拿到的工资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，才可以走得更长久。我每天从河北去北京上班，往返通勤322公里，不被人理解是种什么感受？6点45分，我坐上网约车前往高铁站，通勤之路从这一刻开始。有人和我说，你每天这样通勤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在北京工作还不如在小县城里找个工资5、6千的工作。开始我会很生气，小怼回去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被理解才是和这个世界相处的常态。我来回跨省通勤，我挤北京早晚高峰地铁，我来回路程6个小时。可就是在这些不被理解的日子里，我反而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北京这座城市就像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，推着我拼命向前。我必须努力，必须搞钱，必须让自己更优秀。但说实话，我也有撑不住的时候。那天在高铁站就差1分钟没赶上末班车，突然我就想，干嘛还要留在北京？来北京也不是为了什么该死的成功，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去争取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。哪怕最后没成，至少我努力过，奋斗过，这就足够了。
我在上海工作，月入15000，因为上海房子比较贵，5年前我就搬到了苏州这边，开启了每天都要从苏州跨省去上海上班，再从上海下班跨省回苏州的双城生活。前几天请了1周假，回了趟老家鹤岗，非常凉快。再回来上班就赶上了南方的夏至，每天30多度，非常热。这每天3个小时的通勤路，刚到公司浑身上下就湿透透。我的好朋友也被裁员了，年薪100万，北京理工大学本硕，在北京互联网大厂当程序员工作了6年。绩效年年都是 A， 在我们眼中向来是工作榜样的他，压根儿没想过这2个字能和他挂钩。朋友说一到公司就被领导约谈，合同到期就不续约了。事发突然，现在一脸懵，控制不住的焦虑，咨询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最近呢，在网上也看到很多高材生被裁的消息，其实真不一定是和个人能力有关。现在行情有点冷，很多企业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节省开支，也是一种无奈之举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